兄弟们，这个手电筒呢，号称能射1800米远。这个手电筒，你们觉得能射多远？兄弟们，网上那个卖手电筒的，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啊？基本上每一个商家他宣传的大致视频呢，都是这种意思啊，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手电筒啊，价格也不贵，然后在黑灯瞎火的时候呢，一打开那个手电筒啊，前面一片光明。来，不同价位的我已经买过来了，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手电筒它照出来的样子啊，到底有没有商家宣称的那么神哈。来，首先啊，第一个这个叫做迷你小型强光家用手电筒，价格呢是63块钱。啊，这就是63块钱的手电筒啊，也是同样啊，是可以伸缩的。然后这个照明呢是5000流明。来，第二个啊，这个名字就叫做强光远射手电，这个是没有塑料盒，它全部都是纸盒啊。但这玩意好像很大，你看。这目前的差距就出来了，你看啊，这个是63块钱的，这个是108块8毛钱的。它这个直射4500米大范围，可以射90平方，具体神不神啊？咱们充个电啊，然后出去测试哈。来，第三个啊，我突然忘记了，这个是最便宜的一个啊，刚才那个66的是第二便宜，这个我只花了44块。哇，这个好像比那个还厉害啊！这个是66块钱的，这个是44块钱的，但是这个是5000的，这个是3000的，它应该属于是那个照明度啊，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们主要就是看效果嘛。来，接下来第4款啊，价格又是翻了一倍，刚才108对吧？这个是258块8的，这个盒子看起来就高端。我去，这么大一个，也是同样可以伸缩。然后刚才呢，不是有一个是射4500米嘛，那个108块，这个宣称啊，白激光照亮一座山啊，可以射6000米。好，兄弟们啊，最后一个，这个是最贵的啊，也是最大最重的，人家宣称啊叫做穿天炮，可以使用12个小时，并且呢是2万毫安的超长待机时间，并且呢是5000米的有效射程，价格实付349块。我去，兄弟们，我感觉最少得有100块做到包装上了，是所有包装里面最豪的一个，这还送了一个礼袋。来，哇，这里面还有一张贺卡，这真的是把豪打在了极致啊！我去，这玩意儿是真的大，这么大一个。这个是我刚开的最小的啊，真的就是一个爸爸带儿子啊，200多的放在他面前也显得小了。你看，还有这个，这最大的一个。从外观来看啊，所有的手电筒在他面前不都是个弟弟吗？我感觉那种照山的情况啊，他应该是能照得出来的，不过可能充电就得很长的时间啊。咱们先拿去充个电。好，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户外了啊，我周边这个环境呢是特别黑的啊，那我们就直接从小的开始测啊。这个是66块钱的，宣传呢号称是5000流明的小手电啊，可以发射1000米远射啊。来，咱们就直接关灯看一下，关掉灯给你们看一下现在有多黑哈，全部都是充满电的哈，我们就直接开始哈。来，3、2、1。其实这样我说实话啊，它是看是肯定看得清楚的，对吧？我们再试一下这边啊，这边是很黑的。3、2、1。你别说啊，其实这样肉眼看，我觉得是挺亮的。这个是散光啊，然后伸缩我看一下啊，你看这里啊，可以吧？很清楚的，说实话。远处射其实看得见啊，亮其实还是挺亮，满足日常吧，我只能这样说。接下来是这个啊，兄弟们，它这个是比上一个还要便宜，但是比上一个大哈。这个是63块钱的啊，但是这个只要37。测试啊，它是写的50平方米啊，可见的这个感觉，好不好用啊？直接开测哈，3、2、1。开，好像比那个好一点是吧？我再试一下这个啊，这个是60多的，我感觉差不多啊。你看两个对比一下，我感觉差不多，没区别。来再看看聚焦哈，左边这个它聚的点更小一点，右边这个聚的点大一点。右边63，左边37。我感觉左边看得很清楚，右边很虚。也是，左边这个好，这30多的还可以。那我们就直接采用那种淘汰制，好吧？刚才获胜的是这个37的，那我们就直接37的对比下一个。下一个参赛选手啊，108块钱的，他号称直射4500米，然后大范围90平方。那来吧，直接开始测啊！37，我聚个焦啊，然后我再开这个啊。我操，这没得比啊！你说是不？我觉得这强度完全不一样了。这个能看到光柱不？我去，很清楚。这个呢？很闪。射前面，你看，能看到那前面的树啊。拿这个看树，这光其实很闪。然后接着直接这边哈，现在开始闪啊。我觉得它直接把左边这个盖住了，而且更清晰、更亮，是真亮啊！这个108的完胜那个30多的啊，然后直接就是下一个啊，下一个是200多的，这个是双光源的激光炮，总共是可以射出6000米的远射啊，加白激光，这是他宣传的啊，不是我胡扯。你看，我直接开始啊，首先这个是刚才那个108的啊，然后接下来200多的兄弟们。我一个蓝光一个红光然后我们看一下前面那个房子好吧，这个是108的，然后换一下啊。
啊，都是一样的，我感觉没区别啊。你要再照远一点的，再照远一点，那边就没了，那边就看不见，我们的光根本射不过去啊。好，那现在我打开啊，这个是100多打开的啊，200多的，它比它宽一点，再来一下，100多的。啊，一样的呀，这不是宽一点，是一样的呀。其实我觉得啊，这两个你不能说100多的垃圾，也不能说200多太好，对吧？200多的也就是比它光那么一点点，但是啊，这个100多的我们之前是开了好几下，是吧？可能会有一点电量损耗，但如果说充满电的话，它两个是一样的效果。我觉得啊，这个100多确实性价比要比这个200多高很多，因为它比它便宜一半，对吧？这个258，这个才108，但是没办法，人家现在是最强啊，我们只能拿它比下一个。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最后一个啊，看起来就很专业一样啊。这个价格呢是原价399块9啊，然后我付了是349块9，比那个258的还要贵100块钱。我们是说啊，这个258的呢，它是6000米远射，对吧？然后是90平方，然后这个啊，首先呢是2万毫安电池，然后呢是5000米远射，可以持续12个小时。刚才这个258的呢，它是说有6000米啊，然后这个贵的呢，它反而只说有5000米，这个人家还是比较低调，是吧？首先还是一样啊，这200多的看那个房子啊，然后看下这个400多的啊。哇，方块呀！我去，这个光啊，这个光，但是没有它这个聚的焦那个。对，你看这个可以直接看到那个房子，这个是看不见的。我这有点闪了，它有点闪，但是也能看得清，你知道吧？明显的是左边的更远一些，200多比300多要远一点啊，一个6000，一个5000。然后接着看下聚焦哈，我现在闪开哈，是这样的。然后接着这个300多的，我感觉怎么200多的还更好一点呢？其实如果近一点的话，这个右边这个要亮一点，要亮一点。那我拉开，200多是这样的啊。好，200多的啊，然后300多的啊。300多的要更亮，它前面那个坡在这个部位哈要更清楚一点。再拿那个来试一下，它那边是暗的，看到没有？这个看一下，对，它坡能看得清，所以说右边的肯定是要更明亮一点。但是实话实说啊，这个没有那个远哈，那个是我车。首先拿这个200多的，你看我这个车，然后再拿这个。是吧？这个300多的明显就差一点，它没有那么亮。这个200多的你看就很亮，亮到相机都过曝了。那基本上这个300多的就确实是很垃圾啊。但是为了最后再测试一下，我们就拿这个108的和这个300多的测试一下，好吧？因为108呢是跟那个200多是差不多的。同样我们照那个车子，亮不？亮，这个很清楚啊，我一看就很清楚。啊，这是多少钱的？300多的，我感觉差不多两个，差是差不多，但是右边这个它更散一点，左边这个它聚焦的点很小，但是它局部很亮。我散开看一下啊，这是100多的散开，它范围都没有这100多的大，你看，这300多的，你看100多的。看到没？那所以总体来说呢，我们买的这5款不同价位的手电筒啊，性价比最高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100多的和那个200多的。但是两个挑一个性价比最高，那就只是这个100多的，108，它就可以媲美这个200多的这个亮度。主要是它这个是 LED 的，对比一下，我的3个，就这一个啊是 LED 的，你看它应该是 LED， 但是不是激光，你知道吧？所以它那个照出去的点它没有那么集中，这个是很集中的，它便宜的没想到还更好啊。不过最出乎我意料的还是这个30多的，你知道吧？要我买的话，我就会买这个30多的。是吧？如果是一些工业的，就100多的就够了，好吧？那本期呢就到此结束啊，不知道有没有解开你们心中那个疑惑啊？不同价位、不同牌子啊，就是不知道哪个好用啊。反正今天我测出来了，哇，这200多是一个大圆圈木头。最近我又发现一个盲盒啊，名字叫做 iPhone 盲盒，号称共计100个盲盒，最高能够开到 iPhone 11、iPhone 12，并且没有套路，没有花里胡哨，买一个少一个，一个盲盒呢只卖48块。那这样说还真是亏本啊，因为 iPhone 12一台的话呢，最少也能卖个1-2000块钱啊。对，话不多说啊，今天又是放血的一天啊，花了600块买了13台啊，凑了个整。其实上个月呢我就已经买了，但是商家发货比较慢啊，所以沟通以后呢，商家承诺啊给我多送一个盲盒，所以总共来说呢就是14个。咱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600块钱砸下去啊，我们到底能够开到什么样的手机啊？所以说啊，花钱的坑我替大家踩啊，免费的点赞，各位帮忙支持一波，感谢。首先第一个造型看的真的就很像手机的造型啊。咦，我先看看数据线是大的小的，如果是小的朋友们，那这就是赚到了啊。小的有了这个数据线啊，这基本确定 iPhone 5往后，对吧？这只要不是 iPhone 5都赚是吧？这好像真是 iPhone 5啊！不是 iPhone 5啊，这是 iPhone 5S， 朋友们，指纹解锁看见没？上面标了个32G 啊，第一台啊就开到了32G 的 iPhone 5S 啊。不过就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开裂了呀。
这个屏幕有点问题，能正常开机啊。我估计这个手机啊，肯定也是当年很多人喜欢用的一台手机啊。有同感的扣个1，好吧。好，进入系统了啊，没问题，没问题啊。iPhone 5S 啊，但是是美版的，32G 的容量，系统是 iOS 12.5.7，这系统太新了，估计用的可能很卡啊。指纹键啊，试了一下是坏的，用不了，其他都没什么问题啊。32G 的，那我估计80块钱、100块钱应该是能值得到吧？那这一台就是赚1半以上，是吧？来第二台啊。咦，这个应该是 4S 吧？没有数据线啊，这你是怎么知道我有一台 4S 的啊？你连线都不给我，不一定是 4S 啊，有可能是 iPhone 4啊，朋友们。哦，还真是，你看这里没有天线啊，我这个是 4S， 而且最主要是它发过来的快递啊，它直接连任何的保护都没有。你看正反面啊，估计可能就30块钱左右啊 ，iPhone 4一台。那接着我们就放在一边充电啊，继续来开下一台，这是第3台啊。这个有保护啊，我感觉有保护的都是好手机啊，朋友们。一看到这个我就知道肯定是老的啊，这就是 4S 还是4啊，还是3G 啊？哇、还不是 iPhone 4啊，朋友们，它线给错了，它是不是把这个手机的数据线放到这个盒子里面了啊？这个看的好新呐、这手机啊 ，iPhone 5啊，朋友们，上面有一个 Home 键啊，你看 5S 对比 iPhone 5的话呢，就是指纹解锁啊，这也是一台32G 的手机啊，但是是 iPhone 5，不过成色的话呢是比这个要新很多的啊。OK， 没问题啊。哇，这还是老系统的呀，那不妥妥赚了吗？也装了这么多游戏，你看，我的天呐，你看我这里有一台 4S 啊，这个老系统我玩的就非常爽，给我来一个 iPhone 5啊，6.13的系统，那这个就肯定是更流畅了啊，丝滑流畅，想怎么玩怎么玩。你看，因为我当时买的这一台 4S 的话呢，我就花了100多块钱啊，那这个 iPhone 5那就更不用多说，200块肯定是值，是吧？毕竟是老系统的，而且是32G，朋友们，咦呀，赚到了，赚到了，那就3台里面赚到2台，已经算是不错了啊。继续啊。哇，又是一台 iPhone 5啊，灰色的，朋友们，这台是白的啊，这台是灰的，32个 G， 送一根数据线，你看，就是可能稍微脏一些啊，不过是灰色的，一个灰一个白，咦呀，真好看，那我这信心大增啊，朋友们，下一台，下一台，完了，这个看数据线就知道完了啊。白色的 iPhone 4S 有天线的啊，刚好跟我这黑色的 iPhone 凑一对啊，咱们看是不是新系统啊？如果是新系统就完了。完了，这个是新系统的啊，美版的一台 iPhone 4S 只有8G， 版本的话呢是 7.1.2， 哎，其实也还好啊，至少的话不是9系统，9系统的话那个完全就不值钱啊。它这里面也装了几个游戏啊，内存太小了，所以装不了太多游戏，也有一个切水果啊，玩起来不卡啊，但实际上就运行起来，它里面那些软件的话呢，还是略微有点卡的。总体来说还行吧，这7系统的至少应该也能值个60块钱左右啊，那这个其实也算是赚到了，对吧？好，还剩下最后一个大包裹啊，我估计这个可能是直接统一打包发过来的。你说这是不是贵重物品放在这里啊？如果这里面开出一台 iPhone 12，那不得了啊，朋友们！哇，好重这玩意儿！我的天哪！我这是来搞批发的呀！我干3、6、9、10。哎，我去，他多给我发了2台啊！不过这全部都是 iPhone 5啊，连 5S 都没有一台啊，总共10台啊，全部都是 iPhone 5。哦，那意思就是我们只开到了1台 iPhone 5S 啊，其他的全部都是 iPhone 5。这个金色的话应该不是 iPhone 5啊，而是原装的话呢，那这个应该是 iPhone 5S 啊，因为 iPhone 5的话呢是没有金色的啊。手机呢一共就是这15台啊，其中有1台 iPhone 4，一台 iPhone 4S， 然后还有1台 iPhone 5S， 其余的全部都是 iPhone 5。然后 iPhone 5的话呢，黑色的有2台，金色的有1台，剩下的全部都是银色的。最重点是有1台白色的啊 iPhone 5，这个是老系统的啊，只有这1台。里面装了很多的游戏，而且这个很新呐、你看，其他的全部都是10系统以上啊。我用了之后，我发现其实很卡啊。就刷视频而言啊，5S 的话呢，基本上可以流畅的，就是玩这个小视频啊。但是 iPhone 5的话，它就比较卡，但是也是能正常玩。所以这手机基本上来说都是性能差不多的。而且这台 5S 啊，估计肯定是被它给爆改过啊。它这个温度贼高，你看，就刷了一会儿小视频啊，40度。iPhone 5你看只有35度啊，没干什么事儿。所以说这个 iPhone 5S 啊，惨无人道的摧残，所以才会落到我
我手上，要不然它盲盒肯定不会放这个东西。反正就这一堆手机而言啊，确实正如商家所说，确实亏本生意不赚钱的。因为就按商品单价来算的话，每一台手机平均价格就是50块钱往上，这个确实咱们没亏。但是啊，就这一堆手机放在我手上，这有什么用啊？我想问，除了这一台老系统的，偶尔能拿来玩玩游戏，那其他的啊，你说刷视频又那么卡，你觉得它拿来刷视频还有意义吗？除非啊买过来，我觉得拿来当计算机 MP3、MP4 用。那总共这15台，这老系统的我留着啊，其他的全部抽给粉丝，包括这个 iPhone 5S， 总归不会让你们白点赞啊！想要的屏幕底下留个言啊，到时候全部送你们，好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本来其实我还想玩一个那种滑动小游戏的啊，但全部都是10系统啊，得按屏幕才能解锁，能滑动的就是我手上这几台。哎，看到没有？如果说10多台摆在一起啊，这感觉肯定不一样啊。前几天啊，我刷了一个视频啊，有人拿了一台山寨的苹果15手机找人回收啊，没想到这手机呢是山寨的，但是当事人呢一直说那个手机呢是正品，而且他自己用的时候呢都说非常丝滑流畅。不过后面收手机的人呢也问了他在哪里买的啊，他说是在什么火车站门口买的，那基本上啊一下子都明白了。当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在路上别人问你卖手机，然后卖的特别便宜，你当时看的时候呢其实挺好用的，但是你拿回家以后立马呢东西就变成山寨的了。所以说啊，我就自掏腰包，我买了一台山寨的苹果15，花了我300多块钱。然后今天这条视频呢，我们就正好对比一下咱们这个正品的苹果15，我们看看这2台到底用起来有什么样的区别啊？这个是原装盒子啊，它摸起来呢有那种棱角的感觉，这里有点凸起，但是这个摸起来是平的啊。还有这反面这个字体都不太一样啊。这个我放了1年，它这样晃动的时候呢都会有点反光啊，这个就不会啊。然后再看看手机，3、2、1，起。我去，没想到这色差这么严重啊！我单看这个的时候呢，其实我感觉还好啊，但跟真的放在一块，确实还是有明显的色差的。然后还有这个摄像头，正品的摄像头是很黑的，它这个摄像头就是透着蓝光啊！你看，其实就这样看，不告诉各位，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啊。它这个什么按键呢，真的是比较大一些，仿的就是很小。然后卡槽的位置，正品在下面一点，这个仿品就是靠上一些。这个仿品呢，它明显这个钛金属这有那种拉丝的感觉，这个正品就稍微好一点点，就是磨砂的那种样子啊，你们应该能看得出来。不过你别说这开机的动画的仿的还真呐，然后我给它稍微换了一个壁纸啊，正品的它会熄屏显示，这个仿品的是根本就没有熄屏显示啊，而且触摸也是点亮不了的，这个正品触摸是可以点亮的啊，点亮以后你们自己看一下啊，这2个明显的区别啊，连壁纸都不太一样。接着我们来看看它这个有没有双卡双待的功能啊。哦，它是提拉的，它不是按的。哎，好像有了，我先打个电话试一下，看看正不正常啊。哎，正常的。您好，您的电话已欠费，但是欠费的。这个是正品的壁纸啊，它有动效，这个就没有。来，我们接着上滑解锁看一下啊，3、2、1，走你！我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那个区别啊？就是这个仿品的啊，它会卡顿一下，然后滑动啊，你看，基本上就是苹果手机的这个什么操作界面，左滑是一个这样的啊，它也有；右滑是这样的啊，它也有，但是很慢啊。你看，我基本上就是要滑好几下它才会出来。正品的话呢是这样，右滑出这个。左滑出这个，对吧？那比它4滑很多啊，它这个就很卡很卡。所以啊，如果以后各位在火车站门口啊看到这样的手机，千万不要买啊。不过说归说，就真的是它这个边框控制的真的还可以，跟这个 iPhone 15一样很窄，只不过就是底下这个下巴啊让它一眼假，因为正品是4边等宽，它这个就是底下有一个很大的下巴，而且摸起来的时候呢有那种明显的粗糙感，我估计可能是膜的原因啊，我把膜撕掉吧。我觉得还是刚换膜，天哪！撕完以后，这妥妥的这个大灰屏就出来了。你看它侧边这样看啊，明显会漏光啊。然后正品这个其实就基本上是看不出来，你看就侧着看，是吧？很明显吧？但界面呢，实打实做的是非常像啊，包括它登录这个都有啊。你看，我不知道能不能登录上去，因为现在连网都连不到。那其实假的地方呢，有很多点能看出来它哪个地方假啊。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软件商店，这个就是一眼假的地方。正品的软件商店呢是这样啊，仿品的我们看一下，点开。看到没有？它显示的是应用会啊，朋友们，这就是妥妥的这个安卓机啊。这个是正品的应用商店，这个是仿品的。然后还有浏览器啊，咱们看一下，点开 ，OK， 正品的浏览器是这个啊，仿品的浏览器是这个啊，但是它正儿八经是可以上网的哈。哎，滑动其实这样还挺丝滑的，你别说，而且它这个界面啊做的很像，真的朋友们。然后再看看内置应用啊，地图。原装地图居然是这种的，虽然也是高德地图啊，但至少它不是这样的，而且很卡啊！你看这个啊，随便滑，这个都滑不动啊！我天哪，那是真卡！你看。好，那么接着我们再看看能不能录用面龙 ID 哈。好，点开面龙 ID， 开始使用。哦，你别跟我说真有啊！缓慢转动，哦，它好像还真有啊！你看，但我感觉我就是不转动，它估计都有用啊。
你看第二遍我转都没转，它就设置成功了。好，接着咱们来看一下仿品的 iPhone 怎么解锁的啊。点开往上滑动，哦，它还真的识别到了啊！你看，如果咱们不识别面容哈，它就需要密码哦。对一下人脸看一下啊，对一下人脸，哎，它能进来，真的，只不过是很慢啊。然后咱们看看正品的啊，正品如果不看的话呢，就也要输密码，然后看一下的话，你看立马就进来了。不过这个仿品啊，它且不说它好不好用，那至少它是能用的，朋友们。体验好不好先不说，至少人家功能是给你做出来了，对吧？然后苹果15的话，它是这里把那个什么静音拨片改成了这个按键。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仿品的话呢，它也是有哈，我们来看一下这功能是不是一样的？哎。解锁是真慢啊，但是真的能解锁。那个按钮在这儿啊，叫做什么操作按钮。正品的是这样啊，我们看看仿品的，仿品的也有啊，在这儿。我去啊，那简直一模一样啊，朋友们，你看，专注模式啊，只不过是正品它有动画啊，仿品它就没有动画。那我们就统一调相机来看一下吧。正品的按住 ，OK， 直接打开相机啊。仿品的按住。啊，什么玩意儿？我不设了相机吗？它怎么还是震动啊？那就是意味着这个操作它根本就没有啊！我再设一下手电筒吧。好，啊，没用啊，还是一样，开不了啊。然后接着我还又发现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东西，朋友们，关于本机这里啊，它里写的是 iPhone 15，最重点是容量啊，有1个 T 的容量，朋友们，还不是完完整整1个 T， 它是 1.02 T， 剩下了900多个 G 可用。但是我刚刚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在这个应用商店这里啊，这里其实呢也就3个 G， 所以说明说它那个容量也是刷的啊，假的。我估计装个游戏应该它可能都装不了哈，我看看装个农药能不能装啊。这显然不适配啊！看到没有，苹果手机啊，朋友们，您的设备是安卓 5.0， 无法运行此 APP。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手机来说，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操作的意义啊。我看看这个微信能不能上啊？哦，微信应该是可以，就是很卡呀，朋友们，真卡呀！咦，而且它这个数字界面都是这样的，我去，这太卡了，这完全登不上啊！我登了半天。你看它这个滑动都很卡，卡死了，而且是发烫特别严重啊！当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买过这样的手机啊，你看看这滑动起来那真的是非常卡，就是这个界面啊做的真的有模有样，只是说它没有那么流畅而已。这个就是正品的界面啊，它这个，本来我是想拿它玩游戏，但这玩意连游戏都玩不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东西连这个聊天软件都上不了。那最后我们唯一能试的就可能是相机功能啊。好，点开相机。你别说啊，响应还是有那么快的啊。其实正品的它就是更清晰一点，然后仿的话它这个不防抖啊，而且还是有点反光，我不知道为啥。来拍一张吧，3、2、1，走你！还有自拍，看看自拍吧。这个自拍呢真的是很明显啊，一个很黑，一个还是比较白的。拍一张啊。反面它总共是3个摄像头嘛，我们看一下它到底有几个摄像头啊？我先把这个遮住啊，这还有，再把这个遮住啊，这也有，它就是1个摄像头啊，就只有这1个。你看我遮住啊，看到没有？这2个是假的哈。然后录视频的话，你们看一下是这样的啊，这其实基本上就不用对比了，只是说大家娱乐一下啊。你看对着光拍，这个仿品的都糊了，都不知道底下是什么东西。然后户外拍摄啊，来看看。今天我们这是下着雨的，这仿品啊真的是很像是那种10年前的像素，而且呢也不防抖啊。但并不是说这个苹果手机它拍的有多清楚，我感觉也就那样吧。所以如果说以后哪一天你们在路上看到这样的手机啊，千万不要买，因为我买就是300块钱。如果说他买1000块，你买到这样的机子，那别看了啊，妥妥的山寨机。因为要知道啊，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啊。如果你想的几百块钱买手机，那你能买到，但是买到的永远不是真的那一台，好吧？咱们本期呢就到此结束，希望各位能够帮忙支持一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号称只要按公斤付运费的快递盲盒，1斤9块钱，续重5块5，我整整买了40斤，咱们来看看到底能开到什么东西。先声明一下，这个视频呢我确实是拍过，但之前有粉丝给我发了一个图片啊，因为我拍完视频以后呢，商家把这个信息给改掉了，他就直接说这个快递盲盒同款就是搜索传大星，很多人就以为是我在卖啊，结果实际上不是啊。不过现在的名字已经改成其他作者，就如果有作者在他这里买了，拍成视频，如果流量还行的话，他直接就改成那个作者的名字啊。因为据他评论区里面，很多人说他这次销售的盲盒的很多都是特别划算的。那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快递呢是比我上次买的时候呢要多很多的啊。这里呢有3个包，那里还有1个，然后这里有2个大包。一个套餐的话呢是60斤，那2个套餐就是120斤。话不多说啊，直接开箱好吧。哇，这里面有好多个小包裹啊。来，先把这一包给开了，看看有什么啊。上面说真的就全是灰啊。这个是湿巾一包，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化妆包啊，新的。还有这个是美白精华霜，还有2包面膜。第一包就开了这个东西，这个不知道值多少钱啊，算它10块钱好吧，应该是值啊。第二个
是缠鞋子的吗？这是，就算它2块钱，好吧。新疆孜然粒，哇，还有这玩意儿！2022年10月8号生产，保质期12个月，这已经过期了呀。如果没过期，那我们下次做烧烤，其实这个孜然粒还能用得上啊，但过期了，过期的话呢，就1毛都不值，对吧？来下一个，哦，这个是。加长加粗啊，这个不能播啊，朋友们，这个是男士专用的一个什么神器啊？怎么还会有这玩意儿？这个价值就不要问我了，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从来没买过这个东西啊，我也用不着。怎么会开到这东西啊？我真的是想不到啊！下一个啊，这个是定妆喷雾2罐，全新的，没用过啊，连包装都没撕，算它19.9块，好吧，这2罐。电动牙刷，朋友们，全新的啊，还带2个替换头，这新的应该值50块钱吧？没有50也有29.9块啊。我这里面还有2个替换头啊，那总共就4个替换头。牙刷拿起来还挺重啊，那这个东西我就得搜一搜，看看值多少钱啊。哇，搜到了啊，这一个牙刷299，朋友们，299啊，总共这个盲盒我才花了370，那这个确实值了。好，下一个啊。有机干银耳啊，1箱总共6包，这个银耳也值钱啊，朋友们，6包要64块钱，生产日期2022年12月5号，那这也过期了呀，过期了，好像10几天吧。这个好像是一个桌垫吧，啊，就是一个桌垫啊。哎，那你要这样说，那我也可以垫我这个桌子，这2张最少得20块钱吧，10块钱1张，那这个也还可以啊，至少能用得到。哇，这是牦牛肉干呐，朋友们，2包牦牛肉，生产日期8月11号，保质期6个月。哎，那这个没过期，可以吃啊。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看看，哦，这个肉还挺大块的，这最少你得20块钱1包吧，这2包都得40块。吃着还可以，就是牛肉的味道。那相当于是我们这一包就基本上回本了，那个牙刷就值300块。可以，这盲盒感觉比上次买的要好多了，真的。来下一个啊。一条这样的裤子，这应该是女款的啊，灯芯绒面料啊，里面加绒的，多少钱一条我不知道啊，最少你得个29.9块吧 ，S 码的，可以给你们新嫂穿啊。来第2箱啊，刚才那1箱我觉得已经算是回本了，那剩下的基本上就是赚的了，对吧？这个好像是扎头发的那种头绳啊，这个算9.9块，好吧，一盒。这个好像是普通的卡套，总共有这么多啊，你看。哇，这个好像是口红啊，不是，是指甲油，搜不到牌子，就算它5块钱一个，好吧，4个20块钱。下一个，这个就比较垃圾了，儿童玩具吧，应该是。终于开到一个垃圾的，上次我们拍视频好像里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东西在里面，是吧？还好啊，没忘本啊，里面还是有这样的东西的。看看这个啊，它这个已经写了多功能吸盘双层香皂盒，哇，也是新的啊，没用过。这个最少得9.9块吧。下一个。我去，这又是什么？负离子毛球修剪器，我天，这拿的还挺重的呀！哇，我看看这值多少钱啊？80多块钱一个啊！那这个血钻啊也是全新的，没用过，就哪怕挂在网上卖30块钱一个都值钱。这个好像是马克笔啊，我就不搜了啊，就算它20块钱，好吧，这已经算的很低了。文具盒2个，那怎么着也得5块钱一套吧？还是牌子的，那得10块钱一套了，20块钱。哇，这个又是一个毛衣啊，纯白色的耶！你看，1件89啊，这个也血钻，而且是全新的啊，好像还真的可以，就是有点小啊。这衣服给我感觉怎么穿起来像那个健美操的那种人啊，但实打实能穿得进去，就可能看的画面啊，就白色衣服会显得有点暗啊，我还是换下来吧。来下一个啊，这个好像又是个化妆品啊，这个也是全新的啊，没用过。这个牌子的叫什么？法国葡萄籽精油，我的天，这个还真不便宜啊！100毫升1罐就得67块，那这里有2罐啊，这2罐就得100多啊，朋友们，哇，这个盲盒那真的是开的值了呀！我的天呐，来继续啊，这里还有，还没完呢。先拆吧，这个最重，怪不得重啊！这个是健身器材啊，哑铃，我说怎么这么重？给健身人士用的啊，1000个哑铃。好像是猫窝还是什么，真的是猫窝啊，猫窝加猫砂盆，那这个最少值20块钱吧。你们新嫂养了猫啊，这个刚好可以给猫用。这是补水面膜，总共3盒，全新的啊，总共收了啊28块钱一盒，那这里3盒也值几十块啊。下一个，它这里写了啊，是置物架啊，小型的，那最少值个10块钱吧。我这又是一个衣服啊！我感觉我今天都不用买衣服了，直接穿盲盒里面的都行。穿起来是这种样子的。我去，这搜了一下啊，一件衣服要123呢，血钻，朋友们，这个啊，那我衣服我就不脱了，我就穿着好吧，比我自己穿的这衣服还贵啊。这个是经济法基础名义讲学，考会计用的啊，总共2本，定价48块钱一本，这个拿的也是贼重啊。我去，这么难开的吗？好像还真是鱼饵啊！你看，这还挺重，这玩意儿，这个值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啊，算它30块钱，好吧。
然后下一个单杆晾衣架，儿童款啊，还真是晾衣架，算9块9，好吧。还有这个啊，这个同样也是晾衣架啊，这个算15块，好吧，这个比它那个长一点。还有这个啊。这个好像也是个晾衣架，拼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最少得值30块钱吧，40块钱。哦，还有这个名字是置物架啊，这还真是啊，也是要拼的，那就算它19块9好吧，我就不拼了。那这一堆基本上就没有上一堆那么好啊，但是也还行。就我身上这个衣服好像就比较值钱一点，100多块钱。来继续下一堆啊。这个好像又是什么化妆品，而且还漏了啊。已经完全漏掉了，应该不值什么钱了。哦，这是一堆的一次性纸杯啊，这个纸杯还可以，算它9块9。哇，这个好像又是一本书啊，上海迪士尼玩具总动员进口本子，这本子就不是很贵啊，20多块钱。这是一个婴儿湿巾啊，这个刚刚被我拿刀划烂了啊，总共3包，那算它9块9好吧。还有这个啊，这个已经完全都烂掉了，好像是一个晾衣架挂钩啊，这就算3块钱好吧。玻璃杯2个，这个之前我们也见过啊，网上就是1块钱一个，加运费的话是7块啊，差不多就算7块钱一个。然后这里啊，这个好像他写的又是个衣服啊，身高1.4米到1.5米。儿童运动裤啊2套，零售价359，我天哪，这值那么多钱吗？这就算50块钱一件好吧，100块钱。我去，这鞋子都来了，这是一双皮鞋啊，靴子37码。你们新手的脚刚好就37码，造型就长这个样子啊，刚好跟你们新手的脚特别合啊，到时候给他穿算了。这个是荞麦面葱油汁啊，这个荞麦面网上找不到啊，7月25号生产的，保质期12个月啊，这已经过期了，那就一文不值。好，还有这个啊，好像是一个画板呢，那这个得20块钱、30块钱吧。OK。能画啊，也能擦，比较勉强啊，20、30块钱吧，差不多。好，这里还有一个最重的啊。那这好像是鞋架呀，不是鞋架就是置物柜啊，那种简易式的，应该是这样给它拼在一起的啊。总共有3个包，最少得100块钱吧，要不然你不可能买的这么多啊。这而且拿的很重，然后还有这个啊，这个也超级重，而且还带安装视频的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总共有2个。我搜了一下，这个好像是叫做什么床围栏呐，就是专门给那种宝妈带娃的那种围栏，怕宝宝那种爬出去啊，大概是这种啊，100多块钱一个。它这个是2米的，我去，2米的得500块啊，朋友们，这个血回本啊，到时候直接拿来带娃的时候啊，直接连买都不用买。但首先啊，前提是我得先有个娃啊，没事，这个我争取啊，反正东西已经有了。可能就是带娃的人知道值多少钱啊，我确实对这个还是没有什么太多概念啊，没事，以后会知道的。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像就跟那个带娃神器是一起的啊，就是应该是放在底下的一个垫子。铁网啊，怪不得贼重。那总的来说呢，这堆东西好像是比咱们上次买的要划算很多的啊。肉眼觉得比较值得的，就是这个精油、牙刷，还有毛球修剪器，还有我身上这个衣服啊。这收完之后呢，价格就是那么多的。还有可能就500块钱的那个带娃护栏，我们是300多买的，就光那一个带娃神器，那就直接回本，还有赚。然后这个牙刷就300块钱一个，所以这样来算的话呢，真的啊，比咱们上次买的是要划算很多倍的。最后呢，我还是想说一句啊，就这个盲盒，我还是没有跟商家有过任何的沟通。这个盲盒啊，全部都是我自己掏腰包买的啊，他给我发什么，咱们开到的就是什么啊，没有跟他有任何的沟通。因为这里面的东西呢，好歹我还能用得着啊。上次那些的话呢，其实也不能算是全亏，只能说那个东西我根本就用不到。然后这次的话呢，就还好啊，基本上就是都能用得上，所以感觉啊就没有那么的亏。而且这衣服还是全新的，比我刚刚那衣服都贵啊，我那衣服80多块钱一件啊，这衣服100多啊。好吧，那咱们本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啊。最后这收拾还得收拾一段时间，你看这全部都是垃圾啊，还有这里一大堆，慢慢收拾吧。